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电动情报站，这里为你带来全球最新、最全的特斯拉新闻、股市动态与新能源行业解析。如果你想第一时间掌握特斯拉在自动驾驶 Robotaxi 电动车发展和股价变动的最新消息，那就记得给视频点个赞，订阅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节目了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4条重量级的特斯拉新闻，分别是 HW 4.5 悄然上车，疑似被低估的信号，为什么现在切换硬件？答案在定价权，欧洲铺路加 Robotaxi 试点，收入模型正在分叉，马斯克在暗示什么？估值逻辑的真正转折点。第一部分 HW 4.5 悄然上车，疑似被低估的信号，我们先从一个几乎没有发布会、没有公告甚至没有官方确认的变化说起。最近，多位新交付的 Model Y 车主在车辆中发现，自动驾驶电脑标注为 AP45， 而不是我们熟悉的 HW4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发现并非集中在某一个工厂，而是同时出现在弗里蒙特和奥斯汀制造的车型中。从工程视角看，这有2个关键信息：第一，这不是测试车，而是量产交付车辆；第二，这是一次静默切换，说明特斯拉并不把 HW4 当作一个营销节点，而更像一次工程层面的必然升级。为什么说是必然？因为自动驾驶系统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明确的变化，模型规模正在快速膨胀。不论是端到端模型还是多模态感知，都在向更大、更复杂、更高算力需求的方向发展。HW3 到 HW4 解决的是传感器与带宽问题，而 HW 4.5 解决的很可能是推理冗余和模型未来空间的问题。从已知线索来看， HW 4.5 很可能引入3 SoC 架构，这意味着在保持冗余的前提下，单车可用的推理吞吐量出现了一个明显跃迁。这不是为现在的 FSD 准备的，而是为即将到来的版本预留空间。HW 4.5 的真正意义不是性能提升多少，而是2026年前后交付的车辆是否还能跟得上 FSD 的演进速度，而这正是下一阶段商业化的前提条件。第二部分，为什么现在切换硬件？答案在定价权。如果你把 HW 4.5 只看成一次技术升级，那你会低估它的意义。因为几乎在同一时间，马斯克非常明确地说了一句话：随着 FSD 能力提升，$99的订阅价不会长期存在。这句话在投资视角下比任何硬件消息都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定价从来不是基于潜力，而是基于边际可交付能力。当特斯拉敢于讨论涨价，说明一件事，他们认为 FSD 的体验已经接近一个用户愿意为之持续付费的阈值。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时间点，2月中旬，一次性买断选项将被取消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 FSD 正在从功能选装转向持续服务，而持续服务对算力、稳定性以及长期支持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。这正是 HW 4.5 必须提前上车的原因。从商业逻辑看，你可以这样理解 HW 4.5 不是为了让你现在更爽，而是为了让特斯拉在未来几年内有底气不断升级功能，同时不断重估价格。这是一种典型的平台化思维。如果未来出现49至$99的监督版以及更高价位的无监督版本，那硬件层面的算力余量就是定价权的根基。没有硬件冗余，就不可能有长期 ARPU 的上升。第三部分，欧洲铺路加 Robotaxi 试点，收入模型正在分叉。接下来，我们把视角从单车拉到区域。最近一段时间，特斯拉在欧洲的动作明显密集了起来。FSD 随行体验从最初的几个国家扩展到更多地区，同时快闪店、展示活动、公众体验同步推进。这在欧洲市场非常不寻常。为什么？因为欧洲不是先上再说的市场，这里的监管、舆论和用户预期都要求你提前建立信任。而特斯拉现在做的并不是立即商业化，而是提前培育认知成本。从投资角度看，这一步极其关键。
因为一旦欧洲真正放行更高级别的 FSD， 那将是一个体量极大的新增市场。而 HW4.5 的存在，正好保证了这些市场不会很快被硬件世代淘汰。与此同时，在北美 ，Robotaxi 已经进入早期试运行阶段。很多人会盯着规模看，但投资者真正该看的是模式是否跑通。只要车辆开始在非私人使用场景下创收，那特斯拉的收入模型就不再是单一的卖车，这会直接影响估值方法。当市场开始把特斯拉的一部分车辆视为可创收资产，而不是折旧资产，那市值讨论就会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。第四部分，马斯克在暗示什么？估值逻辑的真正转折点。最近，马斯克在 X 上反复强调一个关键词：指数级。不论是太空能源还是自主性，他想传达的并不是短期结果，而是规模一旦打开，边际成本迅速下降的特性。放到特斯拉身上，这个逻辑非常清晰。当 FSD 只能作为辅助功能，它的价值有限；但当它可以提高车辆使用率，创造持续收入，并最终脱离人工监管，那它就不再是配置，而是平台。回到我们今天的4条信息 ，HW4.5 上车，解决的是未来算力问题 ；FSD 涨价是商业化信号；欧洲铺路是区域扩张准备 ；Robotaxi 试点是模式验证。它们不是巧合，而是一条逐渐收紧的主线。这并不意味着短期内一切都会兑现，但它意味着特斯拉正在从讲故事阶段过渡到兑现路径阶段。而这个阶段往往也是估值争议最大的阶段。自主性与机器人。在后续文章中，埃隆·马斯克解释到，由于自主性，特斯拉的价值高于其他汽车行业。马斯克补充说，这一评估尚未涵盖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 Optimus。据 CEO 称，一旦 Optimus 实现规模化生产，它将使地球国内生产总值提升一个数量级，最终为可持续的富裕开辟道路。然而，即使在 Optimus 出现之前，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已经让车辆有机会通过特斯拉 Robotaxi 网络等服务成为创收资产。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努力似乎即将见效，像 Robotaxi 网络这样的服务已经在奥斯汀和湾区启动初期阶段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4条重磅新闻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价值，请务必点赞、订阅电动情报站，并打开小铃铛通知。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讨论。我是电动情报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